哇，很厉害！最后就是从冰箱里面掏出那个冷冻的韩式年糕炒一下。我真心是选择那个配胡椒。哇，这个很辣。我觉得你放弃了，这个票就没有这个，这个已经够了，这样了。这个新加坡版的肉骨茶呢，是我喝过的家庭版肉骨茶里面最好喝的一种。赢了！哎呦！ Hello everyone， 我是 Freya， 来自浙江绍兴。今天很期待接下来的新马大战。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Rene，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。今天也很高兴我来尝试那个肉骨茶。大家好，我叫 Milly， 我来上海4年了。平时我会经常吃马来西亚的食物，因为我好朋友就是南香的老板，广告所以我很幸运在上海可以经常吃到我的家乡菜。大家好，我叫 Jimmy， 我来自中国上海。我非常喜欢吃的一种美食就是叫肉骨茶。那我希望今天不虚此行，来尝一尝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这个不同风味的肉骨茶。哇，很厉害啊！ 把油条放在汤里面试一试，让油条变得比较软。排骨的话，其实你们可以用比较甜的那个辣椒酱来试一试。一般新加坡是用这个甜的辣椒酱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有咸有甜，不像只是咸。咸香入味嘛。赢了！哎呦，赢了！我觉得它跟我平时喝到的比较接近，可能在上海还是比较多偏新加坡口味的肉骨茶，白胡椒味非常重。 白胡椒的辣不像是那种小米椒的辣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哇，这个很辣！作为马来西亚人，我可能个人没有那么喜欢这个口感，太辣了。马上喝了一口汤后再喝一口茶，你会感觉到没有这么辣。你喝了茶后会比较甜，所以就没有那种呛的那种感觉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思念细品。 你这一定要放弃吧？我觉得你放弃了，这个票就没有这个，这个已经够了，这样了。今天喝了这个胡椒味的肉骨茶，我觉得味道真的挺好的。因为新加坡版本是有加了那个甜酱油，就我很喜欢这种混合型的这种口味，有辣、咸、甜，所以说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新加坡口味的。这次的这个新加坡版的肉骨茶呢，是我喝过的家庭版肉骨茶里面最好喝的一种，也是最正宗的一种。你看它的汤汁非常是咸香入味，然后它的肉质又非常酥嫩。其实我对标的呢，是我们中国有吃的一种，就是叫胡椒猪肚鸡。那么它的汤汁呢跟它很像，但是呢它比较浑厚，比较重。像新加坡版的这个肉骨茶呢，比较清香，吃完以后让人感觉有一种祛湿的感觉，很舒爽，很美味。你们要配米饭吃，你可以现炒那个汤，然后肉你可以蘸这个酱，这边也有那个小米椒，还有蒜，可以试一下那个。干的对吗？对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干的肉骨茶。就干的肉骨茶其实不经常见到，因为没有这么好吃，这好吃只是没有人做。我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家庭版的马来西亚的肉骨茶。这次的这个新加坡版的肉骨茶呢，是我喝过的家庭版肉骨茶里面最好喝的一种，也是最正宗的一种。我感觉它里面有很浓郁的药材的味道，它的肉质又非常的鲜美，药材把它味道的一个提升升华到了一个极致。干的肉骨茶，这是我们现在品尝的一个新品种，但是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吃，它融合了中国的小炒肉和红烧肉的结合体，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体验，真的很好吃。很普通哎，不普通啊，咸香入味，非常好吃。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干的肉骨茶，我觉得挺特别的，就是有很加强版、很浓郁的一种肉骨茶的这种感觉。一般我平时喝的汤，可能它的药材味会比较浓郁一点，今天呢是稍微淡了一些。我觉得可能那个药材味的肉骨茶必须要炖久一点，味道才会真正的出来。这是厨师的问题，这是时间的问题。干的肉骨茶是吃得到那个比较浓郁的药材味，可能它炒过后把它的药材味调出来了。老实说，就是我作为马来西亚人，这是我第一次吃干的这个版本。然后现在我吃了之后，就让我想起就是很像那个宫保鸡丁的那种感觉。肉骨茶的话，我的确是比较喜欢就是马来西亚版本的。虽然今天的味道就稍微可能有一点淡了一点，可是 overall 来说还是比较好的。这也是跟成长环境、口味，从小就是吃药材味。对。坦白说，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喝到它的汤头是黑色的肉骨茶，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豆腐、金针菇、一些配菜，
我觉得蛮特别的。但是它让我想起了一道菜，在台湾有一个东西叫做药膳排骨汤，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口味其实蛮像的。我们来选一下你个人更偏向的口味吧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你两个都要是吧？对啊，哦，做一个。我肯定是会的。其实我不会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因为那个煮的时间不够长，所以说那个药材没有入味。但是味道还是挺好的，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浅渍，黑胡椒的这个味道确实做得很好。就在我喝之前，其实我以为我会选择的是这个马来西亚的，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喝马来西亚的，但是我今天喝了，我真心是选择那个黑胡椒的。白胡椒哦，白胡椒。肉骨茶有茶吗？没有，我不觉得有。因为这个有几个传说啊，其中一个是有一个人叫李文帝，就在马来西亚创造了这一道菜，所以这个地跟这个茶其实是同名的，所以就会有这个热茶叫巴。巴古对。哦，得那个字，对，这福建话。在肉骨茶里面是没有茶的，就是为了要叫那位肉骨茶之父的名字，所以把它转成茶。其实我在上海的话呢，有在南洋茶餐厅吃过一道肉骨茶，也是福建口味的黑肉骨茶。那它里面呢，汤汁的一个药材味还是非常浓郁的。平时除了喝肉骨茶，我们也会点一些猪肝、咸菜、花生。我一般不会单单只吃肉骨茶，一般如果喝肉骨茶的话，我其实只喜欢喝它的汤，配点其他的小菜。这一边吧，吃到比较特别的就是主食。平常我们肉骨茶都是会配米饭，在这边我可能还吃到过就是配那个面条。我们会配就是那个米线或者是米粉，我自己也很喜欢的。对对，我就觉得这个还是蛮特别的。我可能太少吃新加坡菜或马来西亚肉骨茶，应该是一只手数得出来喝过的次数。我觉得我应该会煮肉骨茶，因为我厨艺不是特别好，我觉得肉骨茶挺容易煮的，而且又很特别，是一个很代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菜。我会煮我们上海海派派系的一道菜，就叫腌菇鲜。那它是用咸肉和鲜肉还有冬笋、百叶结一起煮出来的一锅非常美味的鲜汤。虽然稍微有点腻，但是还是能让大部分人接受吃下去的。我可能就是会做椰浆饭，那是蛮能代表马来西亚的一个美食。可以的话，我也会连这个肉骨茶也一起带出来给大家试试看。我应该会做梅干菜扣肉，因为我想到我的家乡菜可能有一些很多都是酱的、酒糟的以及醉的系列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。比较有特色的话，梅干菜是一个特色。我想一下，应该是之前在英国的时候吧，是有一天我刚好在写 essay， 感觉特别饿吧，写完之后，然后呢翻了一下朋友圈，刚好有人晒出一道很普通的菜，青菜肉丝炒年糕。当时我就特别想吃这道菜，但是因为在英国你比较难买到家乡的年糕，所以最后就是从冰箱里面掏出那个冷冻的韩式年糕炒了一下。我平常会自己做比较多嘛，如果我真的是很想念家乡菜的话呢，就会可能打电话给我妈妈，让她就是给我那个 recipe， 然后我就会自己尝试去做。那如果真的做不出来那个味道，我会尝试看中国里面有没有的吃得到那个味道，我就会去找。就是我们在上海可以吃到很多很地道的新加坡食物也好，马来西亚食物也好，所以说我没有那种特别觉得我会很想念回去吃美食的感觉。然后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很会做饭，所以说我是一个很有口福的人。工作出差在外面时间比较久，有的时候也会比较想家，所以我会打开一些软件去搜索，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菜系。如果实在没有的话，会买一些食材，亲自的去下厨去做一个上海的本帮菜。吃的时候是满满的幸福，不仅感受了家的味道，也感受到了一丝温暖。我比较想念的就是那个印度的那个飞饼，roti prata。这个 roti prata 就比较难找到，尤其是它的那个咖喱酱还有它的那个飞饼，那个饼就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是很想念这个 roti prata。就回去的时候，我第一个会吃的就是这道菜。所以你会去找蛋饼吗？就只能找到蛋饼，但不太一样，自己在家要尝试怎么去做了。我就要在那边会。因为我已经3年没有回去新加坡了，所以也有很多菜是想试都没有机会试到。就像我们在新加坡过年的时候，我家里都会煮一道叫做清炒海参。头一天的话，我们会煮好了，我们会隔一天这么吃3天。疫情这段时间，刚好家里都有这些食材，所以我在家里也试了试。虽然做的没有比我妈做的好吃，但是稍微有点小成功吧。
拜拜，下次见。等一下，周末。